欢迎回到墨事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西方呢批评中国人权呢，已经批评了几十年了。不过话题呢翻来覆去就是西藏、新疆、香港、六四这几张牌呢，曾经非常有用。西藏呢有达赖喇嘛，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标志；新疆呢有集中营叙事，有卫星图，有证人证词，信息战啊打得有模有样；香港呢有英文媒体的共鸣，抗议画面呢传遍全世界。六四呢就更不用说了，是老共呢执政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之一。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这些个议题啊，在大陆当地的响应度呢，其实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甚至说啊，从来没有起过任何波澜。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藏独运动呢已经找不到下一个精神代言人了。香港的街头运动呢，在国安法之后呢也归于沉寂，年轻人啊，要不然扔了，要不然呢就沉默了。新疆的议题呢，在证据层面始终处于指控和反指控之间的拉锯，连西方内部的学术界呢，也始终没有个结论。六四的问题啊，就更搞笑了。要不是李佳琦啊，前2年在他的直播里面搞了个坦克蛋糕，然后呢，那个敏感又有点愚蠢的那个直播平台啊，把他给封了，要不然啊，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真正持续发生的到底是谁呢？反而呢，只是那些西方的反华势力和一些激进的海外的民运组织，他们发声明、搞游行、写报告，但是说实话呢，除了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面嗨以外呢，其实影响甚微。对中国的实际政策有什么影响吗？几乎没有。那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吗？有是有一点的，不过呢，只是一些节目效果，最多呢也停留在直播间或者切片里面。然后呢，日子呢也照样过。那这样说的话，这不就代表着中国没有人权问题吗？但其实啊，恰恰相反，中国其实有一个最大、最真实、影响人数最多的人权问题。但吊诡的是，西方啊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人权问题来打。没错，那就是14亿人里劳动人民的劳动权益。996、007、低薪、内卷、无效加班，被优化的时候呢还毫无保障，拿命换钱，拿青春呢换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这个问题呢不需要任何政治立场，也不需要争论谁在说谎，因为数据摆在那里，体感啊就在每一个中国打工人的身上。那西方如果真心想搞对抗，想搞反华，那为什么就不打这张牌呢？别急，我们呢最后会聊。我们先要系统性的拆解一件事啊，中国人的工资和待遇到底是被什么决定的？可以说啊，这个答案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来，让我们进内容。如果我们要问中国人的薪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你去问10个人啊，可能呢8个会告诉你，中国人多啊，劳动力过剩，所以工资低，供大于求嘛，这是基本经济学。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对，但是呢只对了一层皮。如果人多就是便宜是终极解释，那我们呢就先来看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那就是胖东来，一个河南许昌超市的老板于东来。许昌呢是一个3线城市啊，按照人多就便宜的逻辑，这个地方的超市店员应该只能拿到2-3千块一个月就谢天谢地了吧？但胖东来给员工开到了4000到7000的底薪，全年带薪休假40天以上，员工啊还不准加班。他不是鼓励不加班啊，他是加班还要罚款，而且啊每周2还闭店，所有人还休息。结果呢，员工流失率极低，贸易绩效呢还碾压同行。在许昌啊，胖东来活生生的把国际连锁巨头挤出了市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啊，中国不是没有能力给好工资，也不是说人多就注定了工资低。胖东来能活下来，不是因为规则变了，是因为啊，他刚好在一个竞争对手追不上的细分市场里，他用服务品质建立了护城河，让那些低价竞争者呢无法简单复制。但问题是，胖东来毕竟是一个异类啊，大多数中国的企业根本做不到。他不是不想，他是不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工资从来不是老板的良心决定的，它更不是宣传部一声令下就能提振出来的，它是被3把锁同时锁死的。第一把锁呢叫做议价权，就是你作为劳动者有没有能力对老板说不，你给我的工资太低，我不干，你要求996，我拒绝，你想无赔偿来裁我，那我就告你。这里呢，我觉得啊，我们要先把议价权这个字啊重新定义清楚了。它其实有3层啊，我们在后面的节目里呢也会一直用到。第一层呢是个人层，也就是可替代性。如果你做的事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你，你个人呢就没有议价权。第二层呢是组织层，就是集体谈判的能力。一个人说不，老板啊笑眯眯的就把你给换了。但如果1万个人一起说不，整条产线停了，老板呢就得坐下来谈一谈了。这就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意义。第3层呢是制度层，法律底线的强制力，最低工资法、加班法法规、解雇保护，这些啊都是系统层面为劳动者设定的底线。底线越硬，
个人呢和组织的议价权呢就越有后盾。后面呢我们还会说议价权啊，这个3层呢会同时出现，但请大家呢先记住这个结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贵呢，不是因为他们人少啊，是因为这3层啊，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呢，被一步步的争取到了，是工人用罢工、用流血、用几代人的抗争来换来的。而第2把锁呢，就是利润空间了。这一层呢，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把账算一算啊。假设一部 iPhone 卖$1000，苹果拿走大约$580，高通拿走大约$100，富士康每台的组装费不到$15。我们这里啊就不需要解释什么微笑曲线的经济学理论了，我们只需要看这3个数字：580、100、15。你富士康怎么给员工开出硅谷的工资呢？这不是良心问题，这是个算术问题啊。而第3把锁呢，是制度的底线，这里啊是最关键的一把锁啊。我们后面会详细拆，这里呢先种一颗种子。中国不是没有劳动法的，中国的劳动法在纸面上其实相当的不错，加班费、社保、解雇补偿写得清清楚楚，但法律的力量从来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啊它被执行了多少。这个问题我们先放着啊，我们再会继续。所以市场经济里的工资从来不是老板的良心决定的，但更不可能是宣传部一声令下就能提振出来的，它是议价权加利润空间加制度底线3者共同决定的。3把锁，每锁上一把，工资呢就低一截。那3把锁同时锁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劳动市场了。说到这里，一定有人想问，那外企呢？是的，在中国啊，外企一直有一种光环啊，说外企待遇好，外企有人性，外企呢尊重员工。但这里啊有个巨大的反直觉啊。2025年9月啊，也就是去年啊，劳工权益组织叫 China Labor Watch 发布了一份针对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卧底调查报告。报告的调查期为2025年3月至9月，对象就是富士康的郑州园区。这座工厂长期被视为苹果最关键的 iPhone 生产基地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基地之一。报告指控了什么？他说，在2025年生产高峰期间啊，郑州富士康用工规模大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这个 China Labor Watch 称啊，其中超过一半属于派遣工。如果这一点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一比例达到中国法定上限的5倍。报告还称啊，多数工人每周工作60到75个小时，这不仅高于中国法定的工时限制，也超过了苹果自己公开的承诺的每周60小时的上限。当然啊，更辣眼的还是所谓学生工的问题。根据这个 China Labor Watch 说法，这些具有学生身份的工人时薪呢，仅有12元人民币。他还被安排上夜班和加班，部分岗位的安排甚至与毕业要求还挂钩。因此啊，这个报告里面还明确使用了一个词，就是存在胁迫疑虑这样的表述。那苹果怎么回应的？苹果对外表示说，我们公司坚定地致力于最高标准的劳工、人权、环境和道德规范。他并称啊，供应商必须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尊重工人的尊严。同时还表示，苹果团队已在现场呢启动了及时调查。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啊，同一个苹果能够在美国的总部高举多元化、平权与企业伦理的旗帜，但它在最关键的中国供应链节点上，仍被指控存在严重劳工权益问题。而苹果公开的人权与劳工承诺标准呢，与这份调查所描绘的工厂现实之间存在辣眼的落差。所以问题就来了，同一家公司为什么在美国和中国的表现差这么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外企的好待遇不是因为他尊重人权，而是因为啊，他们在本国被制度性的训练出了一套管理惯性。在美国本土，你如果不按法律给加班费，劳动部罚你；在欧洲，如果你无正当理由裁员，工会会去找你；在德国，如果你想关闭一个工厂，你得跟员工代表委员会谈判，可能啊会谈个1-2年。在这种环境下经营个几十年，企业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标准化的 HR 流程。它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不这样做成本呢更高。然后呢，这套体系被整个搬到了中国，不是因为它特别尊重中国的员工，而是因为啊，跨国公司不会为每个国家重新设计一套管理系统，用同一套系统全球跑，效率才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在中国的外企办公室享受到的免费零食、弹性工时、透明的绩效考核，本质上呢是美国和欧洲工人啊运动了100多年的遗产，只不过顺便惠及了各位。那么这里啊就有一个本频道的特色问题了，那中国打工人为什么这么想进外企？仅仅是因为钱多吗？不完全是。如果我们要去问那些在外企待过的人，他们最常提到的不是薪水本身，而是一种体感。你在外企请病假发一份邮件就行，你在某些中企请病假要上传医院的挂号单、诊断证明、缴费单，你还要跟部门主管和 HR 双重审批。你说这到底是批假还是在查案呢？还有你在外企做到什么职级对应什么薪资，写的呢也清清楚楚。你在某些中企
你的薪水呢取决于你跟老板喝了几顿酒，取决于你在年会上有没有什么才艺表演取悦了大家。所以在老茶的拆解里啊，它归结到一个词，也就是确定性。规则是明确的，边界是清晰的，你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被侵犯了可以投诉。而在很多的中国企业里，规则是模糊的，边界呢是弹性的，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调岗、降薪或者被穿小鞋。而你唯一的安全网是你跟对了老板，并且呢搞好了关系。在制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信任呢只能建立在关系上，而不是规则上。外企提供的那些东西啊，不是更高的薪水，是更低的不确定性。没错啊，是更低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生活在规则模糊地带的中国打工人来说啊，确定性本身呢，它是一种奢侈品。那么好了，如果外企的好是来自于制度，那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制度呢？华为、腾讯、字节跳动、比亚迪这些公司啊，利润不可谓不丰厚啊。在这些企业的员工中，他们有一些啊，一边拿着高薪，一边呢在996里燃烧着生命。这些企业有钱，为什么不能像外企一样对待员工呢？答案呢，它不在老板身上，答案呢在系统里。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面临一穷二白，几亿的农村劳动力等着进城，国家啊需要 GDP、就业、税收、外汇，而且越快越好。于是呢，一个未曾明言的契约就形成了。政府对企业说，我给你土地、政策、税收优惠、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你给我 GDP、就业和税收。在这个契约里啊，劳动者的权益它不是优选项，发展速度才是。这可不是阴谋论啊，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极端贫困的约束下做出的理性选择。用我们频道的语言来说啊，动机是快速脱贫，系统呢就被设计成效率优先，权益次之。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逻辑啊，不要紧啊，我们看一个数字就够了。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2024年的时候，上海最低工资是2690元人民币一个月，是全国最高啊。然后呢，到2025年7月1日调整为2740元人民币一个月，上涨了50块，也就是约 1.86%。然后呢，在深圳，中国制造业的心脏了啊，深圳的最低工资从2021年底定在了2360元，一直到了2025年的3月1日才调整到了2520元，整整3年多没动过。为什么？因为深圳需要对制造业保持成本竞争力。这可不是个道德决策，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决策。当你的整个产业生态圈啊都围绕着低人力成本的核心来组织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个别企业你想改是改不了的。大家还记得胖东来吗？他能活，或者说他能那样玩，是因为他在超市零售这个赛道里啊，用服务质量筑了一道别人翻不过去的墙。但如果你是个制造业老板呢，你良心发现想给员工涨工资，控制加班，结果你的人力成本比同行高了 20%， 招标的时候客户一看报价，哎呀太贵了，隔壁的老张总比你便宜多了，你的订单没了。你想搞5天8小时工作制啊，可以啊，隔壁工厂7天12小时的干，交期比你快1倍，客户呢跑了。996之所以能成为行业的默认值，不是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心黑，而是因为你不这样做的企业早就已经先死了。这就是系统论里的经典模型，足底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 每个人都知道这样不好，但每个人都不敢先停下来，因为谁先停谁就被淘汰。有人会说啊，不对呀，中国有劳动法的呀。没错，中国的劳动法呢和劳动合同法写得非常好，加班每个月不能超过36个小时，超出的部分要给工资的 1.5 倍到3倍，解雇需要正当理由，违法解雇需要双倍赔偿，社保的五险一金法律要求全额缴纳。从纸面上看，中国劳动法的保护力度不输很多发达国家，但问题呢其实出在执行上。中国劳动法的执行力啊，长期被一个更强大的动机给压制着，那就是地方政府的 GDP 考核。如果你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你的升迁考核核心指标是 GDP 的增长、招商引资和就业率。如果你严格执法，企业成本上去了，有些企业扛不住走了， GDP 掉了，你的考核呢也就完蛋了。于是啊，一种微妙的默契就形成了。法律在纸面上很美好，执行中呢默契放个水。大企业有税收有就业，轻轻就放过了，小企业只要投诉到了就象征性的罚一罚。这可不是某个官员的腐败问题，这是整个激励体系的设计问题。但在这里啊，我们要画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啊，就是从2025年以来，情况呢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腾讯现在要求员工6点下班，美的设了一个6点20的下班红线，大疆呢晚上9点就直接锁楼了，海尔呢也开始推行5天工作制了。2025年的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2》，对加班费、社保、就业竞争
竞业限制这些长期灰色地带啊，做了一个统一的裁判标准，监督部门开始主动的查违规，被查到的企业会被公开点名。很多人啊，一看这个趋势就说，你看中国呢在进步了。但如果我们用动机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啊，这些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中国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了，劳动力不再是无限的供给了。北京开始意识到996式的消耗是不可持续的，不是因为人权觉醒了，而是因为人不够用了。系统不会因为道德呼吁而改变的，它只会因为内部约束条件变化而调整。劳共作为一个执政体，它是一个生存为先的、高效的、现实的系统。这里啊，老查呢要给自己留一个政委的空间啊。我这里说了，改善的动机是人口的压力，不是人权的觉醒，这是一个判断，而不是一个铁律。如果未来我们看到，在人口压力不明显的领域，劳动权益也在实质性的改善，工会开始能够独立谈判，集体诉讼案例大规模的出现，并且得到司法的支持，那就说明老查的这个框架需要修正。所以说到这里说到劳动者的权益，就不得不提工会。在西方呢，工会是劳动者最重要的武器，几乎所有重要的劳动权益，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带薪假期等等都是过去的工会领导罢工来争取来的。那中国有没有工会有叫中华全国总工会，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会组织，有3亿多的会员。但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中国打工人，你们的工会帮你争取过什么吗？大概率是一脸茫然，因为中国的工会在功能上被系统性的限定为组织活动、发放福利和调解纠纷，集体谈判不可能做的，组织罢工那更不敢碰，对抗企业完全不敢。这个不是因为工会干部都是软骨头而是因为工会的角色从制度设计上被定义为党和工人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工人和企业之间保护性的武器。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不作为，但老查呢给大家讲2个故事2015年广东几个长期帮助工人维权的劳工 NGO 负责人被集中拘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帮工人打官司、做法律培训、协助集体谈判。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里呢都是合法的公民行为。2018年呢，深圳嘉实科技工人们不满工厂的管理方式，决定依法申请组建自己的工会。注意是依法申请，走的是法律程序。结果呢，50多名工人和前来声援的大学生被拘捕。所以中国的工会问题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允许作为。一旦有人试图让他真正作为了，系统呢就会立刻纠正你。更可怕的是，这个系统还有一层文化上的自我加固，吃苦耐劳。没错这4个字呢，在中华文化里是美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年轻人就是要多干，别怕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些话本质上是把一种生存策略包装成了道德美德。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吃苦耐劳确实是生存所必须的。但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你还在用吃苦耐劳来合理化996，这就不是美德了。这是系统在用文化工具压制对合理权益的诉求。你加班到凌晨不是因为你勤奋，而是因为你没有说不的权利。但文化告诉你，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于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劳动者缺乏议价权，企业呢没有动力改善，劳动者就只能接受，文化呢又把接受美化成了美德，然后呢新一轮的低价竞争继续。系统性的路径锁死，加上文化性的自我合理化，这才是中国劳动者困境的完整图景。好的，今天呢我们花点时间描述了一下中国劳动人民现在的真实处境。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就要聊西方呢为什么不打这张牌了。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墨守过河，让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见。